一个白人竟独自走进黑人街区，而旁边的妇人却死死盯着男人，甚至眼神里还充满了仇恨，因为在他的胸前正挂着一个硕大的木板，上面还写着"我恨黑鬼"的字样。不料在对面的一个杂货铺里，老板刚好看见这一幕，他赶紧让孩子们拨打119，并强调让警察快点来，因为有个白人想找死。可就在他刚走出门不远，却发现马路的对面正聚集着一群黑人混混。为了不惊扰混混，他赶忙朝着男人的方向走去，并告诉他不要仗着自己是个白人就可以悬挂找死的牌子，甚至还在黑人的地盘上逍遥自在。谁料男人却打起了哈欠，于是他赶紧强调注意自己身后的混混，一旦被混混发现现在的他，必会将男人碎尸万段。正当男人准备开始解释，却突然被身后的混混打断。还不等男人后悔，混混们已经气势汹汹地走来。此刻老板赶紧让男人装成傻子，可无论男人如何装傻，混混们却依旧不依不饶，直接丢出一把匕首，甚至还给了男人一记重拳，而且还割下他身上的牌子。老板本想帮他解释，却遭到混混们的威胁，最终男人彻底被打倒在地。突然老板发现他背上的手枪，快速地将其撕了下来，并且用枪指着混混们，一把将男人从人群中拉出，然后带着男人坐上出租车，彻底逃离这个是非之地。然而男人之所以做出找死的举动，都是源于纽约某处的恐怖袭击，而歹徒则指定要警察约翰背着这个找死的牌子去黑人区，不然就继续燃爆炸弹。为了纽约人民的安全，约翰不得不照着歹徒的意思去做。很快警方拿来歹徒放置的炸弹，专家告诉警官，这种炸弹是由2种液体制成，只要相互混合就会发生爆炸。紧接着专家只用别针沾了一点点，然后随手一丢。显然小剂量就有如此大的威力，而不久前的某实验室里被盗走的 0.9 吨液体该有多恐怖。这边才刚刚探讨完，歹徒竟再次打来电话，在嘲讽所有警察的同时，还继续要挟刚逃过一劫的2人，继续玩他设下的游戏，并让2人赶紧去往下一处地方，不然会在15分钟后，城市的某处又将发生剧烈爆炸。无奈2人只好任由摆布，很快2人便赶到指定地点，可电话却被妇人占领。为了降低恐怖袭击的概率，老板果断挂断了妇人电话，不料竟被妇人臭骂了一顿。然而还不等他们争论，电话亭的铃声立马响起，约翰赶忙拿起接听，果然电话就是歹徒打来的。紧接着他告诉2人，脚下的垃圾桶内就有炸弹，如果2人想要逃跑，炸弹立刻就会发生爆炸，如果想要活命，就必须回答出他提出的问题。随后歹徒快速发问，这让2人根本来不及听清。等歹徒说完问题后，果断要求2人在30秒后找出自己的电话号码。由于2人都只听到问题的一部分，这使他们开始争吵了起来，但最终理智战胜了心智，老板从中找到了相应的答案，于是约翰便要回拨，突然又被老板阻拦了下来。他发现问题里面漏掉一个关键词，最终更改了答案。等他彻底确定了最终结果，便将电话打了过去。虽然准确找到了歹徒的电话，但对方却表示他们延误了10秒，立即挂断了电话。眼看歹徒在玩真的，2人大呼小叫的让众人扑倒，然而事实上却什么也没有发生，显然他们被歹徒耍了。于是约翰再次拿起电话，对方竟发出蔑视的大笑。随后歹徒便开始严肃起来，并告诉2人下一个任务，说他们在某条地铁上安装了炸弹，要求他们在半个小时内赶往50公里外的另一个地铁站。老板赶紧表示纽约态度，到达目的地最少需要2倍的时间。显然约翰不会只走寻常路，果断举起手中的警徽，并拦下一辆出租车征用，马不停蹄地向目的地赶去。一路上他根本不管交通规则，即使是遇到堵车，他也有自己的办法，迅速开进旁边的公园里，着实把公园里的人群吓得半死。最后他们冲出公园，再次回到马路上继续赶路。当约翰得知刚刚仅用了3分钟，已经兴奋不已。随着他在马路上的蛇行走位，最终还是一脚踩住了刹车，因为前方路段被彻底堵死，显然这样也无法阻挡约翰的路，果断开车冲出围栏，横冲直撞地穿越马路，并趁机跟上了一辆救护车，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弯道超车。可约翰还是不放心，于是决定兵分2路，让老板按照计划开车赶往，而自己则下到地铁站内寻找车内的炸弹位置。可刚到地铁口，竟发现列车准备发车，于是他再次回到地面，打开地铁通风管盖，随即一跃而下跳上车顶，然后小心翼翼地爬向车厢侧面，用力顶破车窗玻璃，最终成功地进入车厢内部，开启了地毯式的寻找。另一边的老板也来到地铁站，一跃跳过检票口，直接跑进等候站台。可眼看时间不多，他赶忙寻找电话亭的位置。此时约翰依旧仔细地寻找，突然发现墙上的警报电话非常可疑，赶忙疏散旁边的旅客，然后用手拨动了一下电话箱，果然自己猜测的没错，于是打开电话箱盖，里面正是他苦苦寻找的炸弹。为了安全起见，他尝试着徒手把箱子拿下，然后招呼旁边的旅客让出一条道路，因为他要赶紧走向车厢尾部。而此时的老板却站在电话旁等男人挂断电话，眼看男人不为所动，他只好恐吓男人赶紧让出眼前的电话。可不巧的是，地铁内的警卫也赶了过来，用枪指着老板举起双手。很快电话铃声响起，此刻老板的处境已经非常紧迫，他不得不向警卫告知自己必须马上接听打来的电话。可警卫根本不为所动，无奈之下他只好拿起旁边的电话。然而歹徒告知他们又晚了，竟然又将电话挂断，显然这次已经无力回天。可令他没想到的是，约翰此时已经来到车厢尾部，
在奋力打破车窗后，快速丢出手中的电话箱，在地铁触碰信号引线的瞬间，车厢的尾部就发生剧烈爆炸，同时车厢也彻底脱轨甩进站台，最终被楼梯卡住，眼看整个站台已是一片狼藉，同时地面也炸出了一个大洞。老板祈求约翰能逃过一劫，果然有个身影爬了出来，此人正是那个疯狂的警官约翰。还不他们喘气，他俩就被上司传唤，来到一辆小车内，里面坐满了一队 FBI 探员，然后递给约翰一份文件，紧接着连发几个奇怪的问题，这也让约翰不停地摇头。原来照片中的人物就是歹徒，并且是个亡命的雇佣兵，他们用这样的手段制裁米国，同时歹徒也是来复仇的，因为约翰曾杀死了歹徒的弟弟。还不等约翰回忆，歹徒再次打来电话，除了问候现在的 FBI 探员，还告知这次要玩把大的，他将所有炸弹都放在城市的某个学校，并且还把时间定在下午3点，倘若找不到炸弹，他们必会将整个周边夷为平地。显然歹徒依旧邀请约翰两人继续玩他们的游戏，只有这样才会告诉警察们更多信息。于是两人再次出发，与此同时警察们也开始全员出动，殊不知在大楼的顶端正有个人观察着所有的一切，得意洋洋地说道 They bought it. You can begin. 紧接着一排排工程车开进，你以为他们是来抢修地面的洞口，可实际上都是歹徒的伪装，他们的目标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大洞旁边的联邦储备银行，里面储藏着无数黄金，总价值超出1400亿美元。很快一个西装革领的男人走进大堂，身后还跟随着5名壮汉，他们谎称自己是来办理外汇，而实际上却是来抢劫银行。此时警报铃依旧在响，可整个大堂也不见一个警察，只有2个警卫漫不经心地等待。另一边伪装成工程队的歹徒竟在警官的带领下一同下到地铁站内查看受损情况，还不等他们到达地点，歹徒便将警官击杀，甚至拿走了他的警徽证件，得意地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而外面的歹徒却开来巨型挖掘车，同时将打洞机开进站台，一起震惊全国的抢劫行动从此刻正式开始。而在大厅等候的男人总算听到警铃声停止响动，他才微微一笑，原来是行长为了不惊扰客户，将警铃系统彻底关闭，然后再出来接待这个贵客。殊不知他竟无意间帮助了歹徒，最终银行所有人员被歹徒彻底控制，然后大摇大摆地坐上金库电梯。由于开挖机的震动剧烈，导致几根金条被震后掉在地面，这也引起监控室的警卫察觉，准备出门查看。可当他打开门的瞬间，竟发现歹徒已在门口等候多时，最终所有警卫也被控制，而独守金库大门的警卫还在做着最后的挣扎。殊不知此时的金库墙被打通，女歹徒已经提前进入，她迅速打开保险库大门，从警卫的身后偷袭，最终残忍地猎杀了最后1名警卫。如此行为连老大也看不下去，提醒他人早就没了气息。随后老大带领其他几名歹徒大摇大摆地走进了金库，就此歹徒们的计划成功一大半。紧跟其后的就是铲车进入，全力拉开紧锁的铁门，再用铲斗开始加快他们的工作。另一边的约翰却还在拼命赶路，直到他们来到电话亭，接听那个歹徒打来的电话。当询问炸弹在什么位置时，对方却说用4只脚走路。于是两人转身查看，发现水池中央的大象喷泉。就当他们开始寻找时，却发现在2个水桶的旁边正放着一个类似炸弹的箱子。于是约翰小心翼翼取下，而打开后他才知道这竟然是歹徒给他们开的玩笑。然而箱子内的电话又响了，接听后却是让两人装上定量的水，才能把箱子的警报器解除。最终两人凭借智慧成功地将警报器解除。然而远处跑来2个小孩，他们刚刚偷了店里的零食。为了教育孩子，约翰严厉地批评教育，可孩子的一番话让他如梦初醒。 Look around, man. All the cops are at the shop. It's Christmas. You could steal City Hall. 约翰瞬间目瞪口呆，难道这是歹徒的调虎离山？于是两人果断骑走孩子的单车，刚到华尔街，差点被驶来的工程车撞倒。在一顿臭骂后，他再次开始思考巡视。而在自己的正前方就是美国最大的联邦储备银行，但可悲的是，在银行的旁边竟只有几名警察。殊不知警察也是歹徒伪装，并且正打电话给老大，询问如何处置突然闯入的两人。很快约翰进入银行大堂，表示想查看金库情况，然而所有警官接待了他，还陪同他一起坐进金库电梯。就在关门后的那一刻，约翰无意间看见身旁警卫的警徽，一个极度熟悉的编号。随后他开始找话题闲聊，在歹徒们放松警惕时，果断击杀掉电梯内的歹徒。看着眼前的机械车，才知道歹徒竟然盗走了所有黄金。最终在老板的协助下，他们开着小车去追赶那些差点撞上自己的工程车。显然小车达不到约翰要的速度，于是逼停旁边的大奔奔，以警察的名义拿下，然后打电话给自己的老大，告知一切游戏都只是假象，歹徒的最终目的则是抢劫银行。殊不知歹徒竟打电话给广播局，报道一则重磅消息，表示所有警察紧锣密鼓的窜动，都是因为歹徒把巨型炸弹定点放在一个学校里。果然听广播的民众们突然意识到孩子们的危险，都在打电话寻求警察的帮助，就连举报部门都开始慌乱。另一边的约翰却跟丢了卡车，就在焦急万分时，老板却发现了桥下的卡车，于是约翰直接开车飞了下去，成功逼停卡车司机，并从他口中得知市里在修建饮用水管，而且管道内可以通过卡车。于是他立即来到水管工地，赶忙询问负责工程的经理。此时经理却还在埋怨，刚有10几辆卡车不顾指挥，
强行驶入管道内部。显然约翰已经找到了歹徒，同时也通过经理知道了歹徒去向。最终他乘坐卡车进入到管道工程的内部追寻，很快前面的卡车堵住的去路。此时司机还在怒骂前车，但约翰却认为这肯定有诈，于是他假扮成一名建筑工人前去询问具体情况。同时歹徒也意识到危险逼近，准备枪械进行反击，不料却被约翰直接打成筛子。然后他取下歹徒的对讲机，同时还有几枚粘好的硬币。还不等他过多思索，继续驱车深入管道内部。很快歹徒老大打去对讲机，让最后一辆卡车离开路口处。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接听的竟是约翰本人。为了能让自己能够成功逃脱，于是用约翰车内的黄金交换，可约翰却拒绝了歹徒的请求。无奈歹徒只能下狠手，决定炸毁挡水的圆形洞口，彻底将约翰淹死在洞内。此时约翰却突然停下工程车，原来过桥板不慎掉下，导致工程车辆无法继续通行。突然前方传来轰隆隆的声音，他定睛一看，竟然是大水飞速喷涌过来。他赶忙爬上工程车，迅速启动车辆逃跑。显然汽车根本快不过大水的速度。最终他爬上车顶，一把抓住上方的通风管道口，但还是被压力冲出管道。恰巧老板开车经过，看见被冲出来的约翰，赶忙停车接应。本以为他俩已经安全了，谁知两人一直都被人跟踪，无奈只能继续逃亡。最终在歹徒不断紧逼下，约翰选择了反击，于是与老板调换位置，然后来个360度急转弯，彻底击杀了身后的歹徒。随后他又在歹徒的身上再次发现已经粘好的硬币，接连上一次歹徒身上的硬币，他觉得这肯定是最后的路费，而这点路费一定是过桥用的。最后他们来到大桥上，果真看见歹徒们的货船，但他们的船已经开出了港口。如此紧急的情况，两人必须登船制止歹徒逃亡，但是又该如何上船？这时约翰发现了皮卡车上的钢绳，于是利用它勾住船体的升降机。就在两人缓缓爬向船体时，钢绳已经全部被拉出，最终拉动了整辆皮卡车。随后皮卡车也被拉出大桥。这时两人成功吊在集装箱上面，他们迅速爬下集装箱，然后准备兵分两路，慢慢潜入歹徒的内部。显然老板没有任何实战经验，很快就被歹徒抓住。另一边的约翰则不同，他一路过关斩将，不断潜入到船体内部，但还是被另一个歹徒拦住去路。还好他抓住机会，趁机用铁链绊倒歹徒，然后爬起身来不断出击，彻底将其制服。紧接着提起武器继续寻找，直到闯进驾驶室后，却没有发现任何歹徒的身影，于是赶忙打电话给海岸防卫队。可就在汇报情况时，他转身看向窗外呆住了。原来他寻找的炸弹并不在什么学校，而是在乘坐的货船上。于是他瘫倒在地。此刻歹徒找到了他，也带来了他的搭档黑人老板。最终两人被绑在炸弹上，然后掉进船舱内部，要将约翰两人彻底消失。突然约翰却向歹徒提出要求，想要一瓶头痛药。歹徒大方地丢给了约翰。等所有歹徒走后，约翰竟在身体上拔出一根铁丝，然后递给老板手中，让他解开自己手上的手铐。很快老板凭借自己维修经验，成功解开了手铐。最终两人获得了自由，但炸弹已经开始混合，他们迅速逃命。就在两人跳下船体的瞬间，最终两人获得了救援，但警方打捞船体竟没有发现黄金。显然歹徒又做了一次假象，而真的黄金又去哪里了？最终约翰彻底放弃了搏斗，于是打电话准备给家人报平安。无意间他拿出歹徒给的药品，想缓解头痛症状，却突然看到了惊奇的一幕，这是药品底部的地址，北方边境，这就是歹徒买药的位置，同样是他们总部基地的位置。果然在歹徒的基地里，所有人都在欢庆计划的成功。如此巨大的财富，足以让他们买下整个国家。可他们还没有开心多久，头顶上的直升机已经赶来，显然他们已经全部被包围。此时歹徒还想继续逃跑，但一切都已经晚了。为了杀出一条血路，歹徒老大决定继续反击。他坐上直升机，对着约翰就是一顿输出，最终使约翰的直升机迫降到地面。此时老大并不想放过约翰，依旧追着他不断射击。无奈约翰只好躲避在集装箱后面。当他掏出子弹，才发现自己却仅剩2颗子弹能用，但还想继续搏一搏。关键时刻他望向直升机的上方，看到有一排排电线悬挂，最终他瞄准线头。歹徒彻底慌了，赶忙掉头就要逃跑，却不知螺旋桨撞上电线杆，引爆了整个直升机。Yippee-ki-yay, motherfucker.